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啦。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蛋白质啦。那么相信在座的各位对蛋白质这个词并不陌生吧？通常会听到有人说，我去健身，我第一个最重要的营养素就是蛋白质。也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蛋白质除了帮我们修补我们肌肉，同一时间它还有其他很多很重要的功能哦。我就会一一的跟大家解答所有对蛋白质的迷思哦。那么来到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蛋白质？蛋白质是3个营养素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帮助于你修补你的肌肉的营养素啦。那么很多人都以为就是说蛋白质只是帮我们 build muscle 罢了，其实它的功能还有很多。你的指甲、你的头发、你的免疫系统里面的白血球呢，都是由蛋白质制成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的蛋白质摄取量不够，你不只是变得很瘦，同一时间呢，你的基础代谢率也会比较低，然后你的免疫力也可能会比较弱啦。所以的话，大家记得不要忽略吃你的蛋白质哦。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到底我要怎样子去计算我们一天里面所需的蛋白质摄取量啦？如果你现在 Google 的话，你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种的方程式啊、原理啊，教你如何去计算你的这个蛋白质摄取量。但是的话呢，我要很坦白的跟大家说，其实没有一个一定的定律或者是方程式来100%准确的计算你一天里面的营养素摄取量应该是要多少 gram。因为你想想看，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如果你要以一个方程式来统称所有人应该要吃多少卡路里的蛋白质啊，或者其他营养素的话，是非常的不公平也不准确的啦。通常我们的这个营养界里面就有一个比较统称的一个方式，至少可以帮助于你计算你的蛋白质摄取量的准确性，至少可以达到80%。今天呢，我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个比较 basic 和这个方法来计算你一天里面所需的蛋白质摄取量，就是通过你的运动量啦。那么要怎样子开始呢？就是首先你要知道你现在的体重是多少 in kg， 拿你现在的体重乘以1到2之间的其中一个数目。通常这个标准是怎样子呢？就是看你的这个运动量多高还是多低啦。如果你是一个平时都没有运动的人，就是偶尔一个星期只是运动1-2次的轻微运动的人呢，你就要用你的体重乘以1 gram 的蛋白质，就是你一天里面所需的蛋白质摄取量啦。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天天都有运动，而且运动量非常激烈，就很像我这样子天天去 gym 做重训的人呢，那么你就要把你的这个体重乘以2，就是你一天里面所需的蛋白质含量。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统称给男女。如果你是很像一些怀孕的一些孕妇啊，或者是你在发育中的这些小孩子呢，那个蛋白质的需求量就会不一样啦。这一个算法呢，不是100%准确的，但是至少可以给你80%准确性。这个方法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作为一个开始测量，大概知道一下你一天里面所需的蛋白质摄取量是多少。从中呢，你要不断的去感受一下你的身体有什么变化，从中你就可以拿捏到最适合你的蛋白质摄取量啦。好了，来到我们的第3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要怎样子去计算每一餐每一个食物的分量里面内含多少的蛋白质啦。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一个100%可以计算一个食物里面到底有多少的蛋白质、热量等等其他的营养素。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的科技非常的发达，而且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种可以帮助你去计算每一个食物里面的卡路里啊、营养素啊的这个含量是多少的应用程式。Wait, SpongeBob! We're not cavemen! We have technology! 你可以可能通过一些应用程式啊，或者是上网去研究啊，查一些资料啊，每一个食物里面它的这个重量是多少，从中你就会知道，从这个重量的食物，它就会给你多少的这个营养素啦。只要你知道你一餐里面吃了多少公克的鸡肉、蔬菜、饭，
还有等等其他的食材的话，你就大概知道这份食物里面它会给你多少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其他的营养素啦。那么当然最直接的方法还是从食物标签来看啦。所以为什么呢？有时我会比较会依赖一些已经有食物标签的这些食物，比如说一些 energy bar 啊，或者是一些蛋白粉啊，因为它有清楚的列明它是有多少克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等等其他营养素，会比我自己大概去说我这个食物有多少卡路里啊等等其他营养素来得更准确咯。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个分享，记得给我一个点赞。同一时间也可以分享一些对于有兴趣要知道关于蛋白质的朋友啦。希望你会喜欢。下一集再见，拜拜。